过去一周，美股市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。标普500指数在技术图形上走到了三角形展里的末端，比特币持续横盘震荡，明星科技股 Mach7 和 Palantir 轮流下跌，而被称为恐慌指数的 VIX 却始终被压制在低位。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一场风暴可能正在酝酿。周二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VIX 看涨期权成交量超过100万份，为今年第6次达到如此高的成交量。与此同时 ，Trump 的关税政策和五角大楼预算削减的预期正在重铸市场逻辑。今天，我们将从多个维度分析市场平静背后的风险和机遇，并为你揭示未来市场的关键转折点和当前的交易策略。各位交易员一定要看到最后。过去一周，标普500指数日线图上价格已经收敛至三角形的末端，波动率被持续压制在低位。这种形态通常意味着市场在等待风向性突破，但突破前的波动率往往被压缩至极致。历史数据显示，类似形态后，指数在1到3个月内出现5%的单边波动概率超过70%。虽然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，标普500的盈利增长预期仍支持其在2025年目标点位达到6500点，但短期需警惕政策风险引发的技术性回调。比特币近期在9万至11万美元区间横盘震荡，而这种散户主导的盘盘往往伴随着两种结局：要么通过 ETF 资金流入突破阻力，要么因流动性收紧引发抛售。链上数据显示，短期持有成本约 9.25 万美元成为关键支撑位，如果失守可能引发进一步抛售，下一个支撑位置大概在8万至7万这区间。过去一周，7大科技轮流下跌，微软单周跌幅超 3%，Meta 因 AI 投入回报不及预期承压。尽管这些公司盈利仍然强劲，但市场对高估值的容忍度正在下降。Mach7 目前平均市盈率达到32倍，远超标普500的均值22倍。受到 Trump 要求国防部未来5年每年削减国防预算 8% 的传闻， AI 军工明星股 Palantir 单日暴跌 10%， 两日最大跌幅达到 20%。市场担心其政府订单占比超过 55% 的业务结构，使其短期易受政策冲击。但跌到第二天，就马上有资金冲进去抄底。有人敢于抄底的原因，一方面，国防部的预算结构性削减可能反而利好智能应用的支出，和 Palantir CEO 大幅缩减了减持计划。另一方面，就算按线性模型测算， Palantir 的政府收入增速从2024年的 36% 降至 15% 以下， Palantir 还是可以保持毛利率的增长。Palantir 的收入主要分成3块，现在虽然政府业务占比营收是最高的，但增长最快的和毛利率最高的是美国国内的民用商业业务，这块业务将会在25和26年对 Palantir 的营收及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。所以我们构建量化模型来分析未来2年潜在的营收和毛利变化，发现在未来2年 Palantir 的毛利率将提升 0.5% 到 1%， 主要是由于国内商业业务的占比营收扩大。政府收入虽然从现在的 55% 降到2026年的 41%， 但商业收入占比从现在的 30% 上升到 42%。假设费用保持稳定，最终我们会看到 Palantir 2026年的毛利率上升至 80%， 净利润率依旧能够保持在当前的水平。尽管 VIX 指数本周维持在15左右的低位波动，但期权市场已经暗流涌动。周二 VIX 看涨期权成交量突破100万份，为年内第6次异动。野村证券警告，交易员对 VIX 的看空伽马头寸可能引发 volatility squeeze， 若 VIX 反弹至20以上，做市商将被迫买入期货对冲，加剧市场的波动。摩根斯坦利指出，当前散户资金正涌入美股投机性领域，而对冲基金却在加速抛售，两者分歧达到历史基尺。这种情绪分化往往是市场变盘的前兆。另外，根据美国1950年以来的历史数据，2月往往是选举后1年中表现最差的月份，尤其是2月的下半月。因此，目前市场的这种有点诡异的平静期，需要留意随时可能到来的赤电冲击。如果采用均衡配置，建议减少对 Mach7 的过度依赖，关注中小盘股的补涨机会。仓位超过 50% 的交易员则建议进行对冲，配置 VIX 的近期域浅度虚值看涨期权和远期的深度虚值看涨期权，以应对潜在的灰犀牛事件。接下去要关注的重点是3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和4月2日将生效的特朗普关税的细节，以及马斯克的 X。正如橡树资本霍华德 Max 所言，风险总在无人警惕时降临。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喜欢这期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，Like 和 Share。
你的鼓励是我们继续分享精彩内容的最大动力。祝大家早日实现财富自由！